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今天这个故事啊，是发生在上云顶的路上的。有个朋友就讲，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些很难解释的怪事。他这个事情啊，我反反复复的看了很多次，越看就觉得越不可思议。因为他故事中的那些怪事啊，我也有经历过，而且我的经历几乎是跟他的一模一样。一天傍晚，就有个年轻人突然感觉到手痒。手痒的意思你们应该知道吧，就是想赌钱嘛。于是他就约了2个朋友一起上云顶，准备去赌几手。他开的车是马力比较小的 Proton Villa， 因为车子也比较老了，他就怕发动机扛不住会水滚，所以他们就只是把车开到半山，然后就坐缆车上去。结果一进到赌场，3个人就越赌越上头。等到输光了，一看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半夜2点。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缆车已经停止了。没有办法，那么就只好搭的士下去半山拿车。但是这个司机非常的奇怪，刚上车的时候，司机还和大家有说有笑，聊得非常的开心。前一秒司机还在那边开心的讲着年轻就是本钱，半夜都还有精力上来玩呢。可是下一秒话就断了，不是慢慢变了，是直接停止的那一种。后来啊，司机就一个字再也没有讲过了。当时车上的收音机都没有开，安静的就只剩下空调声罢了。车上的3个人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也没有人敢开口讲话。这种奇怪的气氛就这样一直去到了缆车站台，然后他们就下车给钱。这个时候司机就更怪，司机接过钱后，他不是马上收起来了，而是一声不吭的反复的在那边检查着那个钱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可是就1张钱罢了啊，有需要看那么久吗？可能就只是想多了吧。当时大家就认为司机只是怕收到假钱，于是他们就没有多想。就这样，他们3个就慢慢的走了过去，拿到了自己的车。奇怪的是，这一天特别的平静，虽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可是也不至于一个人都没有吧。云顶这种地方既然会没有人，也太诡异了吧。过后他们就开着车就慢慢的下山离开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半夜走过云顶的山路，尤其是以前那种弯弯曲曲的旧路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山谷，感觉就很像沿着山壁旁边慢慢绕下去的那样。白天就还好，可是一到凌晨就不一样了，车灯照出去就只是看到白光罢了，因为那里经常就会起很大的雾。这种时间走山路，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点怕的吧。有些人可能是怕车祸，有些人可能是怕撞鬼，有些人可能是怕走错路，当然也有可能是3个都怕的。而这段路就有一段比较标记性的东西，一般我们看到它过后都会比较安心一点的。看到它过后，我们也会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。就是2个警察亭，一个就比较大，一个就比较小，大的就在半山附近，小的就在山脚附近。因为他们在缆车那里出发回家，所以就只是会经过那个比较小的警察亭。但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他们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就来到了一个警察亭。可是这个不对啊，因为在他印象中，从缆车那里去到这个警察亭大概是需要20分钟的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啊。而且这个警察亭感觉上跟上山那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，再加上现在是凌晨3点，警察亭一般就只是有2个警察在那边检查罢了的。可是现在那里竟然有5、6个人整整齐齐的站在那里，那么热闹。而且经过的时候，警察没有要他们停车，没有要检查，也没有要跟他们讲话，就只是在那边微笑的招手，场面非常的奇怪。而车里另外的那2个人就很像一点都不在意那样，就只有他一个人死死的盯着警察看。一般上我们经过路检或者看到警察的时候，不可能看都不看一眼吧？警察都不看，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可是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啦，我们先来继续这个故事。当他们经过了这个奇怪的警察亭过后，前面的路就开始慢慢的看不清了，车灯就完全照不出去了，雾水就越来越大。恐怖的是，整条路上竟然一辆车都没有。
走着走着，他们就开始感觉到这条路有一点陌生。可是下山就只有这一条路啊，也不可能走错吧。于是他们就继续的向前开，走着走着，车速就慢慢的降了下来。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条路不对啊，然后就其中一个人开始讲了一句话：我们是在下山嘛，我们有没有走错路啊？下山的路很像不是这样的嘞，我们是不是在上山啊？朋友的话才刚刚一讲完，他们就看到路边有一块大石头，石头上面就写着4个字：蓬莱仙境。去过云顶的应该都知道，如果看到这4个字，就代表已经快到山顶了。可是他们明明是在下山啊！过后车上就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提议停车，没有人提议掉头，就这样一直开，直到雾水慢慢散去，前方就出现了一个下山的路口。他们就这样跟着那条路，慢慢的开下山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又再次的经过刚才那个很热闹的警察亭，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，那边没有5、6个人那么多了，就只有2个人安静的坐在那里。后来有惊无险的，这3个人就平安的回到了家。到了第2天，他们就聊起了这件事情，才发现原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他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那个司机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从云顶山载他们去缆车的那个。如果司机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话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奇怪的就是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司机突然的沉默。而且还有个朋友就讲，一路上司机其实是一直在偷偷的瞄后视镜，所以他们就怀疑是不是司机发现了一些什么，所以就突然不敢出声。更奇怪的是，司机收钱时候的举动，一张纸币罢了，有必要检查这么久吗？会不会是他怕收到冥币啊？可是这些都只是猜测罢了，而真正恐怖的就是那个热闹的警察亭。当时他们就看到很多警察整齐的站在那边，笑着向他们招手嘛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原来在那里一直都只有2个警察罢了，就只有他一个人看到那5、6个警察。还有就是走错路的问题，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就讲，应该是晚上很黑，所以看不清走错路吧。可是他就是不相信，所以第2天他自己一个人又开车上山去了。他又把车开到同一个地方，把车停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又走了同一条路回来。结果就发现从那个地方开车下山根本就没有第2条路，没有岔路，也没有掉头的地方，根本是不可能会走错路的。至于那天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蓬莱仙境，就真的是不知道了。当天他就十分的懊恼，想不通为什么在1天之内会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，心里就总是很乱的，一直就不可以平复下来。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去找了那2个朋友，还在其中一个朋友家睡了一晚。隔天中午他们吃了午餐后，就一起走去停车场拿车，就准备出发去庙里拜拜。突然间，踏踏踏的一声，回头看过去，就看到地上有很多一粒一粒褐色的珠子掉在地下滚。原来啊，是一个朋友的佛链突然断了，而且这个佛链还是刚刚买回来，有高人开过光的。正所谓链在人在，链断就代表他帮你挡了一劫。过后大家都明白了，这一次是佛链帮了他们。最后他们顺利的去拜拜过后，就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，顶多就是上山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偷偷去瞄那个后视镜。其实诡异的是，当我看完这个故事过后，才发现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个保安亭我确实也发觉到不对劲，那时候我还以为只是保安亭临时换位罢了。不过更诡异的还是在云顶缆车那边下山的事情，简直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啊！一开始还是在下坡的，走着走着就突然感觉到车在上山，然后就去到了蓬莱仙境。以前我还以为只是晚上看不清，所以走错路了。现在想回去，会不会我和故事中那些人一样，走了同一条奇怪的路？明明就只有一条路啊，也没有掉头的地方，为什么会去到蓬莱仙境啊？想着就觉得奇怪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跟我一样的嘞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咯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